们这个互动的问答阶段啊。同学们或者同学老师们有什么问题，大家举手，我们看不能说是您来，然后我们这儿有那个同学呢就把这个话筒呢递给您，这么个啊。现在咱们开始举手。好，法师你好，我听了您的讲述之后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藏传佛教中5大门派里面有4派是认同如来藏思想的，只是在黄教格鲁派，他们所持中观应成派思想反对如来藏思想，认为缘起性空毕竟空，不承认圣亦有。那我想问一下大师，您对此中观应成派的观点如何看待？第2个问题就是，藏传佛教中有5大门派，一般世俗把它称为红教、黄教、花教、白教，还有外加觉囊派。我想可能大家对这个为什么称为红教、黄教，以颜色来命名，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我想请大师为大家讲述一下，谢谢。第一个问题，按照中观应成派的观点来讲，就是对这个如来藏的思想如来藏的思想是怎么样这个态度实际上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们整个藏传佛教呢也是分8种宗派，或者说是4种宗派，都可以这么说。那么是不是格鲁派完全就是排斥如来藏呢？实际上也不是。格鲁派的很多大的包括就是张家国师和还有很多大的像以前的第50大赖，还有许多包括这个科珠界，当他们的一些论著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已经就是讲到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存在，如来藏呢是怎么样让这个先前在这些方面呢就讲得非常清楚，只不过是跟这个觉囊派呢有一段时间的一些这个辩论就是有一段时间的这个辩论。那这个辩论呢我们现在以前汉文都不是很多的就是在藏文当中呢，就是特别有丰富的一些就是教理，之间辩论的时候呢，就是也有很多锋利这个细腻的这些语言这个大家尤其是藏传佛教呢，就是在辩论的这个思想上呢是非常有造诣，就是有一定的训练的。因此我想呢就是并不是我们现在就是有些人就是所说的那样。再说是中观应成派的思想当中呢，实际上这个如来藏呢就是可以这个承认的，因为中观应成派呢，不管是龙蒙菩萨还是月称论师的观点当你觉知生一地的时候，一切万法觉知为空性就觉知为空性。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呢，那么从空方面呢，所有的一切法呢，就是没有一个不空的没有一个不空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来藏的本体呢，就是是不是空性呢？当然是空性。我刚才讲了这个能解经里面已经讲了，就如来藏的本体呢，不生不灭，无相无缘就3解脱门来就是已经这个设置，在这个时候呢，就完全是可以这个称为是空性的。但是以中观应成派的这样的智慧面前，如果你没有得到呢，是不是不承认呢？也不是。如果是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所有的密宗的这些本尊修法全部都是格鲁派都不承认了，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是这方面呢，就是可能进一步的还要了解以后，从中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观点。然后我们藏地呢，有一些什么红教、黑教、花教就这种说法呢，在我们藏地的佛教当中呢，就是没有的就是藏地佛教当中呢，全部都是有些是由时间安排的，时间来命名的像这个尼玛派和格鲁派的新派和旧派，就是用时间来命名的。有些的话呢，就是地方就是萨迦派的话呢，就是萨迦是一个就是兔就灰兔，就是白色的这个兔就是用这个来命名的。还有一些呢，噶登派是有一种这个教言，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教言来这个教言的意义来安立的。所以呢在汉地的个别的一些形式和在汉地的一些学者的这个说法当中呢，把藏传佛教呢就是变成呢就是眼花缭乱的一个世界，就是一会儿白的，一会儿红的，一会儿黑的，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红教的话呢，全部是穿这个红色的衣服，然后黄教的话黄色的衣服，这个
什么花轿的话，那花花碌碌的衣服，那这样的话，城市里面的很多姑娘的就变成了画家了，开玩笑。我是这个厦门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然后我的研究的方向就是佛教哲学的。我想请问一下堪布，就是这个空性见，这个空性跟这个如来藏是不是一个东西？谢谢。这个空性见和如来藏空性见和如来藏呢，实际上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经常用相空无别。先空双运，明空无二，这是禅宗和密宗，佛经当中都有经常就是讲的这个先空无二。先空无二的先是指的是如来藏，空呢就指的是空性。那么我们每一个佛、每一个菩萨、每一个人有一定的开悟的时候呢，一定会是有先和空两个的境界。那么空的境界呢，对你所有的这个玩法呢，就是不会执着。我们经常说看破，为什么看破呢？因为证悟了这个空性的见解，那么它可以放得下，就是这是空性的见解。但证悟空性的同时呢，它会不会还要继续造三业、造次量？这个是有的来自第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之间的还要行持三法。我们现在有些人看破了证悟空性了以后，什么三法都不做，其实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大悲和智慧这个双运，当你如来藏的这个明分越来越明清，一直到十地末尾之间呢，是有功德增长的这个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如来藏呢，就是不一定是这个空性就是空性见，空性见叫智慧。那么如来藏的就是光明分了知的时候呢，就是这叫做是大悲就是大悲与智慧这个双运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如来藏的本体。我们在密宗当中呢叫自性光明，本性这个空性，自性光明，大悲诸变，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一个名词。其实我们的这个性呢都有这样的。就是你观察的时候，它的本体是空的，但是这种空的时候呢，光明呢就是自然而然，所谓的这种明清分呢，自然而然存在。这两者呢就是无二无别的，这种境界越来越高呢，就是成为是这个佛。所以呢，我想这个在不同程度上呢，就是也可以说是分开的，也可以说就有些境界比较高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空性见和光明见呢，就是也是就可以无二无别。堪布你好，我是法学院的硕士生，然后因为有一些我听到一些道听途说的一些说法，然后您作为藏传佛教的大德，我想听您亲口证实一下。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因为我听到一些说法是说，藏传佛教有一些教派它否定如来藏，也不承认这个楞严经，包括藏传佛教那边有一些是吃肉的，像佛经里面讲食肉者断大悲种，我就想问一下师父，这个方面您是怎么解释？还有就是有人那个关于藏传佛教的那个乐空双运，然后有人说是印度那边的心力派的一个影响，我想问一下师父怎么看？那第2个问题就是我有看过师父讲的那个《弟子规》，而且在汉地这边也有师父在弘扬传统的儒家文化。我想问一下师父，对于这个传播和弘扬儒家文化，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心？谢谢。这不是道听途说，问得很尖锐我想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其实藏传佛教对这个汉传佛教的很多方面也有比较相同的地方，本质上应该可以说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因为民族文化的这个特点不同佛教传入印度，佛教传入藏地，佛教传入中国的话，就汉地的话呢，那么实际上这个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当时有一些意思它所反映的风格不同，也有一些少许的差别。实际上藏传佛教并没有排斥这个
能源经的观点，实际上藏传佛教在任何一个论点的应用过程当中呢，就是经常会应用的就经常会应用，而且楞伽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吃肉的果实，如果吃了肉以后断这个大悲种子的这些道理呢，也是这个承认的。我们藏传佛教的很多大德专门写了许多的一些这个关于术士方面的论点，并且藏传佛教也承认，如果是大乘佛教呢，应该断绝这个入世，并且呢，我们有这个涅槃经啊，还有很多的这种经典里面的教理啊，在藏文的大藏经当中也有。那么为什么是藏地的尼来的很多大德就并没有完全像汉地一样让吃素呢？这个以前的有各方面的这个历史原因就这个道理呢，我在其他的一些论点当中呢，也是就发表过我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藏传佛教的很多大德也好，寺院里面呢，基本上让这个行持这个术士就我们也特别赞叹和随喜汉传佛教，就是在这方面这个术士观的这样的这个精神就是这术士观的精神。然后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个乐空双运的话呢，实际上是只是在这个密宗十轮金刚就密宗十轮金刚的最高的一种这个修持的这个方法。但是这种修法呢，实际上我们一般的一些这个凡夫人或者是在寺院当中呢，到目前为止也是没有这个直接这个行持，只不过是有一种这个修行的一种最高理念。这种最高理念的话呢，也不能就是代表就是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实际上这样的这种乐空双运的观点呢，并不是印度的信运派传来的。如果它是信运派传来的话呢，那么我们处处都可以找得到，包括妙法莲华经、华严经，以及呢就是在汉地的个别的一些大德的这种开示录当中呢，也让通达了就是我们的贪嗔痴就是说就是烦恼即菩提。烦恼即菩提呢，实际上六祖禅师说的。烦恼即菩提的话呢，我们的贪心是菩提，嗔恨心是菩提，那么痴心是菩提的话呢，那么这就是乐空双运的一个观点。如果是这种观点是印度信运派就是招来的话呢，那这是所有的这个佛经呢，包括我们的大乘很多的这个经典，到了最高的境界，当你认识到贪心的本性，当你认识到嗔恨的本性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菩提。这是不要说密宗当中，仙宗里面呢也是完全可以这个成立的。所以说呢我想原来极个别的法师，我也在这里不点名，极个别的人呢，因为在社会当中影响比较大，然后他们呢就觉得说在印度的教当中呢，就是有这些道理，所以可能是藏传佛教是以这方面来的。所以呢，就是他一些在文章当中呢，就说出了这些。后来在学校里面以及在我们的这个学术界呢，就是有一些不好的这个影响。其实他们自己呢，根本没有这个动到藏传佛教的教义是什么，根本没有动到佛教先宗的观点是什么，还有这个密宗的观点是什么。因为自己呢有种种的原因，在不同的一个文化环境当中所成长的这种观点来宣说另一个佛教的另一个教派的一些深层意义的话呢，我们总是就感觉到他们个别人的有些观点呢，经常就是突突的笑，就是没办法，就是因为很多都根本不是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就是所讲到的这些道理。所以呢，特别希望我们在座的很多学者以后应该是用正面来了解。我并不是今天说是藏传佛教如何好，你们最好呢就是去藏地这个寺院里面，他们这个所学的是什么，他们所行持的戒律是什么样的，那么他们所学的这个佛经的观点和密宗里面所讲到的这些教义跟我们仙宗里面是怎么相同的。我现在接近20多年了，跟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种不同的民族的这个传承的教义呢，就是都潜心研究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发现就是一个相违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呢，我不可能是自己就一直这个执迷不悟，就一直呢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们如何不是这样，我绝对不会这样的，应该至少也是知道是自己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所以在这些问题
题上面呢，我觉得是学者们以后在各方面就是可能要有擦亮自己的眼睛，就是再次就是看一些观点。然后刚才第二个问题，你说这个我为什么是弘扬这个《弟子规》啊？我对这个儒家文化的这个思想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兴趣，不仅仅是《弟子规》，我还是学习了就是很多，比如说《中庸》啊、《大学》啊、《三字经》啊，以及孔子的这个《论语》啊，这方面的时候，我这几年以来一直这个翻阅，并且呢，就是极个别的也翻成了我们这个其他不同的一些文字和语言。然后我自己感觉呢，在这个汉地确实在传统文化上呢，尤其是为人做事，我们的基本的一些孝顺啊，一些这个恭敬理念呢，在这方面是有个特别好的这个传统。可是现在呢，基本上全部都已经没有了，就是觉得非常的这个可惜。当然，我作为一个其他民族的一个人呢，弘扬这个汉民族的文化的时候，这是非常这个不合理的。但是自己呢，对这个是有欢喜心，觉得我们的这个佛教教义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包括就是对这个孝顺啊、感恩啊，还有对我们的这个对长辈的这些恭敬心啊，然后自己呢就是平时一些这个孝心精神的这种威仪啊，等等有很多理念是我们就是值得需要学习。尤其是作为年轻人，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约束，那长大之后呢，可能对自己的生活也带来各方面的不便。因此呢，我特别这个喜欢就是这个《弟子规》为主的很多的这个儒教的这种这个传统思想。当然，极个别的有些理念呢，我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但是这个不要紧的。包括我们每个人就接触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现象。在佛教里面，一般都是讲究这个生命状态的轮回，但是在这个我们这个自然科学的看来的话，就是比较难接受这个观点。就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办法来证实这个轮回。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像如来藏和我们说的真心、真如、本心以及阿赖耶识，它都有很相似的一些地方。一般都是讲这个如来藏或者真心，就是说它描述的是它的一种状态。那我们就是说，怎么样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到达这种状态，甚至是利用它的一些功能。好，谢谢。我想那个作为学自然科学的，对这个轮回或者是生命的延续，有一些地方，不能接受，这一点是我非常理解，因为我们的很多知识包括课程的内容当中呢，基本上在这方面是没有一个特别细致的研究。甚至呢，就是完全说是一种这个空白。为什么呢？因为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镜和运用的这些仪器全部都是并没有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性的来龙去脉和它的一些这个本源。因此呢，到目前为止，所谓的这些科学，尤其是对这个自然科学呢，对性方面呢，就是并没有一个突破的这个进展就可以，这是西方科学家呢也是公认的。但是我经常呢在想最近我们在那个智北翻译中心呢也翻译了很多包括这个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英国的一些学者他们对这个轮回的这个观点，他们对这个轮回的一些通过很长时间的进行这个学术研究而得出来的一些结论就这方面呢应该说是在这个所谓的科学工作人士在内，实际上是并不是不承认的。比如说像这个爱因斯坦也好，包括这个这个牛顿鲁迅他们的很多专辑里面，在他们的言论当中的话呢，都看出来这个轮回呢是完全就是存在的就完全存在的。那么我们作为这个从事科学的一些人呢，像那个牛顿的部分的学说呢，我们承认；部分的学说呢，我们不承认的话，可能我们用有一种非常强有的理论来
就是破除它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延续存在的道理呢，就进行这个推翻。当然，我们说佛教里面所讲到的，你不信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科学家，有这么多的这个理论学家，他们都是对这个人的来世这个轮回的存在呢，就是有不同这个程度的一些这个看法和，并且呢，就是完全可以这个承认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呢，我想是很多这个知识啊，以前也是我们就经常有很多的一些文章和一些依据，就是希望大家这个详细的看。然后关于这个如来藏啊，就是包括它这个真心也好，阿难耶识也好那么怎么样就是运用它的功能的话呢，我刚才也讲了，其实这个不是那么很容易的。在某种层面上呢，我们也可以称为就是这个如来藏呢，就是称为是阿难耶就是在藏传佛教当中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无光尊者，他的有些论点里面呢，就是讲到了所谓的这个如来藏呢，也可以叫做是本初的阿难耶就本初阿难耶。那么本初阿难耶的时候呢，它也可以叫做一种真心。但是我们这样的这个真心呢，通过理论来了解，通过理论了解以后，当你真正认识到，当你开悟到，当你部分的如来藏的功德显现的时候呢，那么你可以说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可以运用这一点很多禅宗的公案呢，就是可以这个说明。包括我现在认识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就是经常的这个禅修，通过经常的这个禅修呢，对治自相续当中的烦恼然后在生活当中的各方面的调节就很多的这种功能呢，自然而然这个出现的。这是完全是依靠我们锻炼身体这个完全不相同的。当然锻炼身体也是一种训练，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心的训练如果到位的话呢，那么很多功德呢，就是可以说是纷至沓来。大师你好，我是那个中国哲学的这个博士生请教大师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如来藏是属于这个阿那耶识呢，还是属于那个大圆镜智是属于识还是智还有这个识怎么转成智这个还有第2个问题是这个如何观心谢谢如何什么观心是吧？这样的这个其实以前我们那个觉囊派有一个大德，他造了这个如来藏经的注释。如来藏经的注释里面呢，专门说这个阿难耶识呢，在这个大体的意义上面是它不是如来藏。为什么呢？因为阿难耶呢，就是按照我们的一些这个信念呢，有这个细分别念的一种这个形式，而如来藏呢，它是众生的这种这个活性，它是远离这个细论的，远离就是执着的，因此呢，就不能跟这个六识呢，就是混为一谈的。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如来藏呢，是大海的这个本体，阿难耶识呢，就是大海的底层，而我们的这个心识分别念呢，是整个上面的这个波涛就是上面的波涛，上面的这个波涛呢，就是实际上也是如来藏的一个本体，底下的这个就是不动摇的这个层面呢，也是实际上如来藏的。但是如来藏呢，就是能边缘一个，也不能说如来藏呢，就是只是这一个，应该说能边缘一切性，但不能就是断定为是一个。这是那个如来藏和阿难耶之间的差别。还有心和智慧呢，实际上所谓的智慧呢，端出这个人我和法我，而得出来完全通达一切万法的这种这个幽静呢，就是称为是这个智慧。所谓的心识呢，就是凡夫人还没有端出这个见道修道的所断的适合各种这个分别念和无分别念的根本呢，就是叫做识。那么识和智慧之间的差别和阿难耶和法身之间的差别呢，在我们的密宗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分析方法，就是这个分析方法呢是比较这个细致。
然后观心方法呢，当然有很多的观心方法，有禅宗的观心法，有这个净土宗的观心方法，有密宗的观心方法，还有这个华严宗的很多观心方法。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观心方法呢，就归根结底，我经常喜欢就是观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像观释迦牟尼佛的像呢，这是一种有相的这个禅定。然后呢，如果我不管什么空性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心的本体空性和光明无二无别、无有执着的境界当中，经常稍许安住，就是这是我本身呢，就是在一些经典和论点结合起来，就是自己观修的时候，就这两个是比较就是对有用的，而且呢，心就是慢慢得以这个调入就所以观心方法当中呢，虽然是非常多，但是可能最重要的有相的观心方法和无相的观心方法当中就可以包括吧。大师你好，我是来自学徒中产的本科生，我有2个问题。佛教是讲究因果的，有因必有果，有生必有灭。那么人类存在，那它未来的一个走向是什么？然后第2个问题是，因为我对地藏菩萨就稍有了解，然后他的一个大愿就是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嘛。那我想问一下，地狱能度空吗？你第一个刚才没有听清楚，你说有因有果什么？后来就是有因讲究因果嘛，佛教有因必有果，有生必有灭。然后那就是人类存在到现在，那人类未来的一个走向走向什么？然后用佛教的那个人类的走向，今年是2012，很多人认为是今年是灭亡的，开玩笑。那个我想人类的这个走向按照佛教的因果观来讲呢，我们的这个世界是有成住坏空成住坏空。那么成住坏空的话，现在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存在的时候，那到最后的时候，整个人类呢就是也有这个毁灭的时候。然后这个生命呢就是不断的延续，在其他的地球和其他的宇宙当中呢也还存在。所以我们这个天文学家也是认为是这个地球是有生命的，地球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这个生命呢也有这个有生有灭的。这个观点呢跟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实践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应该是比较这个相通的就是比较这个相通的然后这个第2个观点你说的是什么？那个地藏菩萨说是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么这个是就说明一个他的这个度化众生的一种精神。文殊菩萨也是这样发愿，说是度尽一切众生，然后呢就是才可以这个成佛。实际上我们大乘经典里面呢，所有的这个地狱是完全空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众生的变没有，众生是无量无边。如果众生有变的话呢，那么就是地狱有空的时候。就像我们虚空呢就是没有变，虚空有变的话呢，那么我们会照到就是它的变，也可以这么说。那同样的按照这个佛教的观点也好，按照我们这个现实的这个观点呢，实际上这个就众生是无量无边的。众生无量无边的话呢，那么就是地狱没有空。如果地狱空的话呢，那么佛的这个度化的这种这个说化众生也是没有的。那这样的话，会不会这个地藏王菩萨他发的愿呢，就是已经变成这个空愿呢？实际上不会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实践当中也是，你要发愿的时候，我要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一个非常这个有突破性的一些发愿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你即使没有做到，你现已经成佛呢，这是一种这个精神。就是因此我们这个文殊菩萨的发愿也好，地藏菩萨的发愿呢，实际上是它是逆根者的一种这个发愿，也说明是一种这个它的最高尚的精神。大德你好，我是那个厦大中文系的学生，我想就着刚才这个陈同学的继续问，就是您刚才说观心的话有多种观法，那您自己比较赞赏观释迦牟尼，那我想问一下，观释迦牟尼如何去观呢？如何去观释迦牟尼呢？观释迦牟尼法有那个以前我翻译的《释迦牟尼佛光传》的后面呢，有一部分专门就是观修释迦牟尼佛的一种方法。还有呢，
有释迦牟尼佛的一些仪轨，这个按照仪轨来观想呢，这个功德非常大，应该最好是按照这个仪轨和还有他的这个修法教言来进行观修。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把如来佛当做一个可以学习的对象？对，我们这个专辑这个修法里面也讲了，所有的这些观修所有的这些观修呢，实际上你观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那么其他的包括你的本尊啊，包括你的上师啊，还有护法神呢，其他的观修都可以包括在的。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是这个寂梦浩瀚本尊的根本有这么一句话，意思是什么说呢？就是所有的寂静本尊和所有的愤怒本尊的本体呢，就是在释迦牟尼。因此我们修一个法呢，为什么有些人修阿弥陀佛，所有的这些观想呢都可以包括在里面。那么你如果修释迦牟尼佛，所有的这些佛呢，在法界当中是一为一体的，就是没有分别的。因此呢，我们只观一个佛呢，实际上是其他的这个本尊和其他的佛呢，也是跟这个所观的佛的本体是无二无别的。谢谢。尊敬的堪布大师你好，我是哲学系的教师林观草，请问大师一个问题哈，就是请大师介绍一下您对我们这个汉传的六祖坛经的看法。我对汉传的六祖坛经应该说是有非常大的信心。我很早的时候就有幸已经得到这个法本，呢，后来反反复复的读了2遍，读2遍以后，我很早以前也是发愿，大概是8年前我发愿我以后要讲1遍。那么今年呢，我有发愿，我说今年一定要讲但是有时候我想人的这种发愿呢，能不能实现的是依靠可能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因缘。所以在我们佛教历史上呢，一般来讲大德塑造的这个呢叫论，就是不叫这个经。但是汉传佛教呢，把这个六祖坛经呢，就是本来是它是一个论，就后来人们的是把它像经典一样来这个尊崇的原因呢，就称为这个坛经就后来我跟这个很多的藏文的有些道理呢，就是我们藏传佛教的一些密宗的思想进行对比的过程当中呢，有发现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包括大顺音和大圆满的一些特别就是深深的这个词所以作为一个证悟者的这样的这种牛乳的文字的话呢，应该我们后人来讲是非常有质的，非常有价值去这个学习和观修它的。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有阴阳品呢，我们一定要这个学习。所以呢我自身呢确实对这个六祖坛经有一定的信心。尊敬的堪布你好，我是厦大哲学系的研究生我刚才思考一下，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来藏思想，关于如来藏思想觉囊派的中观他空见论述的比较多，但是中观他空见是非常难的一个思想因为佛法不光要讲解悟，还要讲证悟。关于中观他空见，我看了很多资料，始终不明白。了解到您在网上了解到您曾经修持过十轮金刚，而且很有成就。那我想应该对中观他空见非常有自己的理解。我想请您跟我们讲述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中观他空见？也许这样会更加有助于我们来理解这个如来藏思想。谢谢大师。其实那个中观他空见呢，我都是建议全智门峰仁波切造了一个叫做他空四合论。这个他空四合论呢，就是在网上也应该有。那么他空四合论里面已经讲到了，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中观他空见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误解先牵出了这个误解，然后呢就是建立了中观他空思想呢，实际上是先宗经典的究竟意义。密宗经典的包括这个十轮金刚和密集金刚的这个
意义。所以我个人而言呢，确实也谈不上什么对十轮金刚有所成就，或者说是有所这个造诣只不过是以前就是德国十轮金刚的观点，也对十轮金刚有很大的这个信心。那么十轮金刚的这些教义，还有我们这个宪宗当中的这个楞严经呢，就是楞严经，以及呢就是佛藏经，那么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经典的教义结合起来的话呢，所谓的这个他空的意义呢，实际上只不过是名称上不同而已。名称上呢，我们说自空他空的话呢，好像是一提起来自空的时候呢，其他的东西是不空的。那么一提起来他空的时候呢，好像是这个自己的本体是不会空的，可能会有引起这样的一种这种世俗。实际上这是在这个全知密盆仁波切的就是相关的一些教言里面呢，就讲得特别的这个清楚。其实我刚才也讲了，我们按照他空派的时候呢，说是如来藏的本体呢，就是来自这个复国之前是一直是有这种光明的这种明粉是这个存在的，但是它的这个存在方式呢，并不是现在阴明里面讲的这个所谓的暂时的这个常有我们暂时的常和无常呢，实际上是分别念的对境。按照龙摩菩萨的观点的话，它是有为法的范畴。而纵观他空思想所讲到的所谓的这种他空呢，就是指的是如来藏的本体呢，就是被现在的所谓的所知的世俗法呢，就是已经这个不存在所以它是一个特别深奥的这个道理。因此呢，就按照这个中观九囊派的这个他空的思想呢，我们这个尼玛派的很多的这个教言当中呢，就是也是非常这个细致的已经宣说了。好像是没有汉语，就是现在这个九囊派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善法就是有个善法论，就是这个善法论里面呢也建立了许多这个他空的观点，但最好我建议这个本盆仁波切所造的一个叫做如来藏四后论，还有一个叫做是他空四后论。意思就是说，这个就像是狮子的呼声一样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说法呢，就是全部都可以应付。当然，你学起来的时候呢，不是那么容易。你刚才也说的对，就是这是一个对学者来说是一个严谨的态度，应该说是需要反反复复的专门去研究很长时间，以后才能通达了他空自空之间的差别和如来藏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意义。堪布我这儿也有一个问题。那个我是咱们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就是您这个讲座我听了以后我这个可能就是理解的很是这个就不够全面，或者不够深刻，或者是错误的。我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问题呢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就是这个如来藏是什么东西？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包它？第3个就是，如果是我们自个儿包的话，是欲望呢，还是什么烦恼什么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包它呢？可能这个好，谢谢您，谢谢您。这个刚才你问得很好，就实际上，在我们讲任何一个比喻任何一个比喻呢。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比喻，在阴明和逻辑当中也是这样的。比喻来说明的时候呢，用它的个别的特点来进行印证的。真正所有的这个全部方面是完全相同的是没有的。我们对这个人是就像是他一样来比喻的话，那所有的是不是跟他完全一样的？不可能的。那么刚才你说的所谓的如来藏是到底是什么样呢？这个我刚才也讲了，它是在神隐当中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原理四变八气的，并没有一个制定的好像是它是一个明灯一样的一个东西。在世俗当中，众生的相续当中，我们现在就是看不到的各种被烦恼所包住的时候呢，不是我们包住它的，它是被各种这个污染、各种执着呢，就是已经这个包住了。我们没有就是见到它的本性之前的话呢，不是我们非要来抱着它的，但是它呢就是确实就像我们的种子里面的这个力量呢，我们并不是把这个种子的外面的糠皮呢就是抱着的，可是当它因缘没有成熟之前的话呢，
它是一种自然规律，就是在它的胃口呢，就是一直就是搞不掉的。所以我刚才就是讲到所谓的这个如来藏的思想呢，为什么这么深奥呢？它有这个深义的一番，也有这个世俗的一番。我们这个深义的世俗呢，它以空性为主的深义谛和世俗谛，还有以光明为主的深义谛和世俗谛，有两种这个分法。当你空性为主的深义谛和世俗谛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如来藏也是应该是这个空性的啊，如来藏在深义当中也是空性的。当你光明为主的深义谛和世俗谛的时候呢，那么如来藏是深义谛，应该是它是这个存在的，它的存在方式呢，原理就是四变八体的，跟这个外道的这个说法呢完全是不相同的。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是说你说的特别简单的，好像我们抱住这个如来藏的话呢，那谁也就是不愿意抱着如来藏，让它直接开花结果就可以。可是呢，也并不是这样。因此，众生为了让众生了解呢，就是弥勒菩萨和佛经当中有9种比喻。全知无垢光尊者在大圆满心性修行里面呢，就讲了，就是这9种比喻呢，就是这是不同的这个层次来这个说明的。实际上是对我们的后学者的有一些这个众生呢，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不同层面来讲的。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为初学者一直到这个释地菩萨之间的不同的对应的原因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这9种比喻的可能谁的就可以举得出来。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声闻阿罗汉的果位，我们没有得到依地菩萨的果位，所以他的有些比喻呢，就是怎么样展现，可能对我们现在来讲确实也是一种这个比较神秘的东西。谢谢。因为刚才有那个说到那个就是一个佛法的那个境界，所以他刚才那么说的时候，我想到就是说一个大觉者向世人的一种正悟呈现。所以这里刚才大家又问到阿那耶识的问题，所以我这边想问一下，就是如来藏它是如不动的，还是会动的？如来藏是如不动的，还是会动的？然后阿那耶识是不是就因为刚才大德也说过阿那耶识和如来藏是不一样的？那我就是用那个比喻，我听得有点不太就是还不太明白，就是说如来藏它是一个大海是吗？如来藏是个大海，那阿那耶识是什么呢？阿那耶识是大海的地层。地层海床是吗？对，海里面的地层，它没有动摇。地层就是地层哈。针对上面的这个大海的面上的这个波浪来讲，下面是没有。它是底层。那如果是底层的话，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60的那个底层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然后莫那，然后是阿赖耶识。但是如来藏它跟阿赖耶识是眼耳鼻舌都是有阿赖耶的本体，也有如来藏的本体。如来藏是就像是水的本体，眼耳鼻舌是它有不同的颜色的这个层面一样的。谢谢。那如来就是说阿赖耶识它动还是不动？应该是动的吧？那如来藏它是动还是不动？你说大海动还是不动呢？大海的底层跟上面是动还是不动？大海它既算是动，也算是不动。所以我说是如来藏也可以算是动，也可以算是不动。谢谢。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左大姐看来。